很久以前的照片了。这是一参加活动那个我和刘菲儿的照片，这是2016年还是2016年吧？我靠！然后这个你认出来是谁了吗？这个是学妹妹，学妹妹现在都生娃了，生了个儿子。她老公我都认识，因为她有时候刷到她那个切片嘛，不是切片，她的视频。她老公叫宋一刀，现在生娃了，住个大别墅，做那个做叫什么那个布偶猫繁育。学妹妹卖猫啊，对啊。然后这个是小九，好久没见小九了。小九上次过生日的时候，我给他发红包，给他转账，他没收。他说：“哎，别了，一会儿你生日我还要给你转回来，免得麻烦。”我说：“好吧。”就是打 PUBG 那个学妹妹啊。这是赵老师以前额头好高，赵老师后来做了那个发际线移植。我跟你说，现在发际线没那么高了，他以前发际线比较高，他做了那个发际线移植。还是有用的，我跟你说，植发，对不住了，眼睛大嘛，眼睛本来就大呀，我们赵老师就是眼睛大，本来眼睛就大哈，本来眼睛就大，这也不是秃头，他是天生发际线高，就是他天生大脑门儿，并不是秃头，他头发还是很那个很茂盛的。怎么皮肤比我还白？赵臭人超白，他全身都很白，他比我白好几个色号。我已经很白了，我不是天生白的人，但是我昼伏夜出，超美股，所以我人呢，我就是比平常人白一些。但是赵臭是吸血鬼白，知道吗？就我是白皮肤，他是吸血鬼，他是卫生纸那种白。你知道叫黑人有几种说法，你知道吗？黑人大家都说皮肤黑，其实有很多种黑，有一种黑叫 midnight 午夜，还有一种黑叫 under the bed 床底下。你就在床底下你能看见什么吗？under the bed。还有一种黑叫做你和午夜的最大区别就是你和午夜之间就只有11:59，还有一种说法，白也有很多种白法，吸血鬼白，我就是普通白 ，just 白一下。这是之前说那个像斋藤飞鸟的鱼酱去美国纽约的，脸很小啊，可爱你。你看这个背影是不是很戳你们啊？这是纽约什么公园吗？我还没去过纽约中央公园。鱼酱真的很可爱呀，是的。这好像也是纽约吧？这是纽约第5大道了，有点过曝了，好丑。这是古大，这些照片你们都看过吧？哎，这是鱼酱的正面，是不是很可爱呀？哇，那时候我穿的好羞耻啊。NYC 来着，你们没看过吗？哦，你们都是新混师是吧？这是古大。这是鱼酱，这是当时的那个一些他们其他电视台的主持人吧。NYPD AC 娘 AC 为什么穿成这样？是因为 AC 放赞助的，所以这个样子。AC 放赞助的那个活动，去那儿没花1分钱。那时候还叫 The Beers， 这个就是吸血鬼白。哎呀 ，call back 了，我真是一个脱口秀天才。这是扮演的小丑是啊，当然不是真的吸血鬼白了。古大现在也在日本了，不知道在日本哪里。京都，好像在京都。那时候我的人气很低，为什么呢？因为你想想，我都是半夜直播的，我半夜，你想想纽约的白天是中国的几点？半夜直播，那时候看直播的朋友都很辛苦，所以人气其实很低。哎呀，青葱岁月。哦，这是当时拍的那个纽约的那个电梯，他们没有13楼。这老外比较迷信13不吉利嘛，所以他们没有13楼，11、12、14、15。但是中国呢，没有4楼，也没有14楼，反正两边各有各的迷信。古大的话没有被搬掉啊，不要乱讲。他现在还在斗鱼啊，不是还在微博上。这是他当时2016年住的酒店是窗式空调，我觉得好落后啊。
而且这样的酒店哈，就这个酒店还要3000多人民币晚上呢，就这个酒店，当时是500多刀，还600多刀。我没跟你们讲过吗？这些应该是新朋友不知道。这是当时，哎呀，这个人其实挺帅的，可惜结婚了。这是当时请的 AC 放的一个那个摄影师，说他长得很像常威，就是常威，还说你不会武功那个常威是摄影师请的，帅的，不是地陪，他是请过去的，一起过去的，有点像常威哈。纽约地铁，对 F， 他这个是什么设备呀？看不出来。哎呀，鱼酱真可爱，是不是？你看他脸好小。那时候我一直播，好多鱼酱的粉丝就是好多我的水友就变成鱼酱粉丝，在那儿蹲点。这是什么？哦，这是那个房间价格，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叫什么1238888New York 8888，当时的价格是3500一晚上呢，非常的考据精神拉满了。最好笑的是这个，但是别人来接我们，就是当地的地陪，说你好，我是那个什么。这个我觉得就是那时候我觉得挺好笑的，说 AC 放就是完全没有知名度。太惨了。A 站啊，哎呀，不说。我肯定跟人家讲我的名字啊，我讲艺名干嘛？你也不知道对吧？现在大家都不知道。当年的微信过去的时候是那个，当时妈的坐了10几个小时的经济舱。你想我这个大长腿坐这个飞机都已经抵成这样了，你猜那个位置有多小？我的腿有多长？不用我多说了吧？从上海坐10几个小时的经济舱到纽约，我都能顶到，太艰苦了。我不知道那种1米8、1米9、200斤的人怎么办？超可爱，在里面得买2个位置。哦，以前有很多这种搞笑的。哎呀，以前还是一天到晚都是这些。你们认识谁吗？这是谁吗？认识的是谁吗？估计你们也不知道吧？肯定不认识。这谁认识？应该从那张给你看，给你看这张。这张是纽约漫展的那个，那时候欧达还很火啊。还有雨中的馨香，你知道这个时候这个画面，当时还被当做我的一个证明清白的一个一个证据，你知道为什么吗？当时这是我在纽约做那个搞跟 AC 放一起搞活动的那个旅行嘛，然后早上我去便利店吃饭，然后别人问我，他说 Are you Japanese？ 他就觉得我像。因为你刚看那个鱼酱，就是那个黑长直那种造型，还有我这种2个小姑娘看上去，就他们就觉得很像 Japanese， 然后我就倒回去跟他说，我说我是中国人，然后他们后来把这一段录像，在我2018年出事儿的时候，他们不是我什么今日啊什么什么，你说你看我们发很爱国的，人家说他是日本人，他都说人家是中国人，那真的是就是为了挽救，翻遍了录像。他说 I'm Chinese， 因为那时候他们就说我今日啊什么的乱七八糟的罪名，就其实了解我的都知道，我跟今日一点关系都没有，精美还多多少少能够有点罪名，我竟然莫名其妙，很努力去澄清了。你看我现在我看美剧什么杯水车薪，那确实是杯水车薪，没有办法。雨中的馨香，这是 AC 放的微博，然后那天我去搜了一下，也搜不到这条微博了。漫威 Secret Room 没招了。这是那个自由女神，但是花钱大清早大晚上做了一个轮渡吧，渡轮还是轮渡，反正就是那种2江游的那种游艇，然后去看一下自由女神。然后这个衣服还是一个加拿大的水友叫范范他送我的，现在已经穿不进去了哈。10月份的纽约，在那个曼哈顿的那个河上或者是海上，很冷的。我本来里面穿的是 T 恤，然后把羽绒服穿上了。这个衣服叫 Canada Goose， 加拿大鹅，对啊。那个水友叫范范，这个衣服叫加拿大鹅，怎么能水友就加拿大鹅？这个衣服是买的，为什么穿不进去呢？那时候我很瘦，你别看我脸肉肉的，但是我真的很瘦。你看刚才那个，你看我刚才这个腿，我觉得真的那是除了脸肉以外，其他都很瘦。他给我买的这个衣服是那种儿童的，
他说：“哎呀，发发，我跑遍了加拿大才给你买到那个XXS，XXS，谁能穿进去？现在穿不进去，我现在要穿 S，XXS，可能买的童装吧，我也不知道，反正时过境迁。这是鱼酱的那个鱼酱，他们说本来准备要穿这件衣服过去的，他到底穿没穿也就很好笑。你们下次可以弄一下，可以穿过去，推荐给 AK。AK 现在签证过了，对不起，那好像就是鱼酱吧。My rich， 而且不是那个我朋友 ，My rich friend wanted to come and save the U.S. but the visa was denied. Shame on DHS， 还不是普通朋友，是 my rich friend。就是我穿这个衣服，表明就是 my rich friend denied， 我是他的 poor friend， 我来了，我也黑在那儿了，没想到吧？签证官，你拒绝了我的富有的朋友，你把我这个穷逼通过了，老子要黑在这了。穿这个能过海关吗？应该可以吧？我不知道。你放行李箱里不行吗？这是他们画的那个，还挺好看，真会画。他们说还上了什么路边社、路透社，其实这是一个，也不用吹哈，反正就是人家一个随便的一个报道而已。这是什么来着？生化危机里面的什么怪来着？然后我觉得是一个日本人在里面，他说话的话是在这里说话，我不知道他从哪里看到我们，反正我跟他这里说话他是没有反应的，这里是个假头嘛，只是个纯假头，他人好像在这里。天哪，上了路透社，国际友人了，有了统战价值。G2生化2啊，哎，我玩了生化2，我怎么不记得有这个东西呢？如果这个眼睛能够动的话，将是绝杀。这个眼睛要是可以第一形态威廉，我原来这么有名，我操！这是什么？哦，这是曼哈顿，是曼哈顿吧？这是我在当时没有直播，因为信号不好。后来这几张照片还给做成了签名照，哎，跟现在已经过去了快10年了。那什么手机？那是美图手机。美图手机 ，by the way， 美图手机已经没了。美图手机这个工厂这个牌子已经被收购了，好像被小米收购了。这个是当时请的一个地陪，好像是个大学生，便宜劳动力，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好像乌鸦吗还是叫什么？最后吃了一顿大餐，你看其实还挺贵的吧 ？Lobster 有贝有虾，当时我吃的我就觉得好腻啊，因为你看这个龙虾它是芝士焗过的龙虾，对吧？然后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这他妈是黄油，融化的黄油。然后你把芝士焗过的龙虾肉，然后浸一下黄油再吃，我觉得我操，也太腻了吧 ，bro！ 融化的黄油哎，他们怎么有这种热量爆炸的吃法？那薯片我当时我还老水友知道，就是我在美国还吃吐过一次，就是因为他们加了太多 cheese 了。我当时去了一个汉堡店，吃了汉堡，然后那个汉堡里面很多 cheese， 又加了薯条，薯条里面很多 cheese。我吃完了之后又走回酒店啊，走着就刚吃完嘛，胃部有点不舒服，走回去吐了，我操，因为太腻了，我这中国胃乡愁来了。他们薯条也会加很多 cheese， 还会加那种肉酱什么的，叫 Shake Shack 吗？你看这个，其实抛开这个黄油不说，还是挺这一餐啊，多少钱来着？好几百刀吧，估计。这个算不算翻呆？算不算好一顿好吃的？这是什么？哦，这是美国的那个中国翻译，现在已经好多了。当年的翻译就很好笑，这是在机场里面，点餐的时候，他用 iPad 点餐，里面的那个你可以选语言是中文，但是中文的话就是这种很好笑，完全不知道在说什么。3猪肉香肠链接是干锅直道在外面，我们干锅3偏瘦的火鸡培根直道脆。投标爱达和什么东西？直道脆，我不知道什么，完全不了解。哦，这是别的，哎呀，这个有点，这是那边的报道就比较傻了。谢谢 Magic Tom， 谢谢 Eric， 是不是应该叫 Eric？ 哦，对了，今天虽然没有看全游，还可以看一下这个
这个也算全游吧。当时在那个馆里遇到了一个，你们认出来这是谁吗？他 cos 的是 Jon Snow， 四舍五入也算看全游啊。Jon Snow 不是孤独时代那一篇，一会儿给你们看一下吧。还有这个是很帅的，这个很帅，是刺客信条。不过刺客信条我一直没玩，我总感觉玩起来少了点意思。这是那个另外好帅，而且我看那个电影也没看进去，就法沙演的嘛，没看进去，不知道为啥。好看吗？值得看吗？罐头游戏 ，Define 罐头游戏。我当时稚嫩嘛，10年前我也跟嫩不沾边的，但是呢，哎呀，刚才那个文章是这个，那个文章是这个，比起现在肯定是相对嫩一点。豆奶狂魔真的，如果是我换了我现在，我一定要叫他改这个名字。什么叫豆奶狂魔？这么狠狠的打女权是吧？而且他还在那里写，就是在那里写重要的是他没有勾，觉得小编问题很大。我唱歌不跑调啊。然后还采访了一些在儿子们眼中拥有闪闪发光的身高1.85米的亲妈。不过那时候就是写这些的话，就是没有太多讲究，写的比较随意一点。什么陈奕发在直播中说有富商想与他保持长期的秘密情人关系，被他拒绝。我从来没有哪个富商想要跟我保持长期的秘密情人关系，他可能是误会了，可能是那种就是那种变态给我的私信，然后我说我拿出来当一个比较奇葩的事情分享出来，哪有来富商嘛 ？Who is 富商 ？Who 是富商？土流我也不知道，他们就是随便采访的嘛，可能是。还有王思聪，哎，豆奶狂魔，哎，那时候还是太幼稚了。好长啊，这什么呀？哦，这是博客天下的，博客天下，哇，我以前播好久，6个小时。富商没有富商啊，哪有富商？富商还有私信吗？我不喜欢吵架嘛，我不吵架的，我喜欢讲道理。写了多少页？可能7、8页了。6个小时赚2400，哎，我赚的多的也不会贴出来，那多不好啊。是一次采访，然后他们写的稿子。土奶狂魔是什么？没有土奶狂魔，豆奶狂魔不是豆奶狂魔，是以前斗鱼 TV 会有一个外号叫做豆奶 TV。为什么呢？因为直播刚开始兴起的时候，很多人特别是女生为了吸引眼球，她就会打扮得很性感，就是把所谓的事业线乳沟露出来，她就那个显得就是以性感的形象来吸引流量，吸引观众。而且本来最开始斗鱼是一个游戏平台，游戏平台的话，那肯定很大部分受众就是年轻的男性，所以只要你露沟或者穿的性感一点，就很容易有流量。所以他们就说这哪是斗鱼 TV， 这是豆奶 TV。然后那时候我又穿的很多，然后他们会把我叫豆奶狂魔，就是那什么不是豆奶，不是把我叫豆奶狂魔，他们搞了一首歌叫豆奶狂魔，就是也就是说我跟这些人做斗争，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穿的性感一点没有什么问题，不管你是穿的露沟、露大腿、黑丝什么什么，我觉得就是身材是你的本钱，你想露。你想展示没有关系，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你把它作为一个唯一的直播内容的话，那就显得没有什么发展前景了。就如果说你能展示你的长处，就只有你的身材的话，那肯定走不远的来。我那时候我觉得我也是有点媚男了，没想到这句话从我嘴巴里说出来，因为那时候就陷入一种，就是大家会说我没有。我当时穿了一件那个这样的吊带裙，也不是吊带裙，叫背心裙。然后大家说我没有沟，然后就嘲笑我，就是那种很幼稚的那种男孩子嘲笑女孩子，说哎呦什么不体重不过百，不是平胸就是矮那种东西。那时候我就其实换我现在的会觉得这样很幼稚，就是对吧？就是我觉得有没有沟这个东西重要吗？我不需要有，或者说不需要你的认可。那时候我就用那个，我说这个东西很容易啊，我就是
就是用那个眼影啊、什么修容啊，就画了一个，就是这样。那时候就整个平台比较那个的，不太文明。那时候流沙机就是跟那个女主播去女主播茶房，跟女主播连麦，也不是连麦嘛，就茶房，然后就去问他说你第一次给谁了？就是这种比较低素质的去以骚扰女性的方式来吸引流量的那种说法，你知道吗？流沙街他跑去跟女主播茶房，然后就说你第一次给什么，但是他不说第一次给谁了，他说你第一滴 first blood 是什么 first blood， 然后他们又把那个dildo 就是那个女用的那个那个 dildo 把它称之为法川棒，然后他就去问那些女的有没有用过法川棒，就你有没有用过那个东西，这种叫破冰问题，面试每一个人都问，你们是面什么面试啊？爱豆传媒吗？确实很低俗，很恶臭。他们就是那时候就把那种不太尊重他人，最后流沙机也因为这个事情被封了。为什么呢？你们知道他为什么被封吗？他把重庆有一个地标建筑叫解放碑，你听解放碑就知道，他说他自己的 little brother 跟解放碑一样，然后就跟那个了，就被封了。就是打了个这么个比方就没了，而且是我没了之后很久他才没的，所以那时候其实大家都应该比较紧张了，但是他可能就没有绷紧那根弦儿。他以前还会喝酒，喝酒了讲他什么初恋啊什么的，但实际上都是搞节目效果呀。流沙机，我跟你说，在那个叫什么来着，有一个自媒体号，他就写那种电竞往事，还提到流沙机，直播往事。我给你看啊，就这个，我们再 call back 一下，就这个东西，是这个一个应该是游戏行业的从业人员，也做媒体嘛，他就搞了很多这种相关的往事回顾，比方说虎牙、斗鱼啊、王思聪啊、张大仙啊、嗨事啊，那个这种讲那么多。然后这也是流沙机，然后他本来也讲了我那个前同事，你知道吗？最开始大家就会说，有些人就来跟我说，他说：“哎，发发，有人在讲你过去的事情啊，有个那个博主在讲你过去的事情。”我说是吗？我就去看了一下，我说：“哎，这不是我自己写的过去的事情，他又给整理加工了一些嘛。”我说，然后有些人就说：“哎，发发，你看你还是你流量最高啊，讲所有的人点赞和播放量都没你高。”我说这不是肯定的吗？这不是必然的吗？本宝宝这不实打实的。其实他也讲了那个前同事的事情，但是他一讲嘛，就肯定离不开那个离婚的事情。一讲又离不开就他那个调整的事情，那就被投诉下架了。因为我是真的，为什么当时逢前同事为什么前同事当时他红火啊？但是他把我搞死了之后，他也不火了，为什么呢？是因为他老是捆在一起，就他的假的和我的真的捆在一起，就其实把他的科技给洗白了，你知道吧？你知道吗？就等于是说假的和真的一起天天提在一起，假的也变成真的了。然后我没有我这个作为对标的这种，他就很难了。不是洗钱，就是科技太多，他后面捆绑别人嘛，不捆绑了。后面就不捆绑了啊，已经不捆绑不炒作了，就很麻烦。哎，我这里有瓶水，别忘记。是这样的，给你们看啊。当年我不是在斗鱼做直播嘛，是吧？然后因为我人长得好看，歌唱的好听，聊天又好玩，大家请我去当那个鱼塘新音乐的那个叫什么评委。怎么回事呢？然后请我后来那个活动结束了之后，还去了那个韩国济州岛旅游嘛。哎，不是这张照片，这个照片，这是当时去，我给你们看过这照片吗？当时去济州岛旅游的照片，我现在还记得对面这个涂红指甲的是小安。现在看来伙食真差呀，这一桌都没有菜，没有肉，没什么肉，就几片肉，韩国人吃不起肉。是因为斗鱼搞的预算不高嘛，所以就去那边玩的话，就是跟着旅行团，预算很低，估计这个都能看饿了。我靠，你果然是卞瑞英，比较健康。这是什么？这个是
泡菜，这个是那个什么豆子，然后这是煮那个什么部队锅嘛，我就看起来不像。你看这饭看上去就是好看，颜色也比较丰富，但是没有肉啊，很难受。这是抹茶冰淇淋，这是济州岛的海边。哇，这个图怎么这么小？这是我当时穿的是，这里面穿的是斗鱼的代表色橙色，他们说像环卫工一样。这是济州岛，这是谁的手已经不记得了。这是吃的那个什么八爪章鱼，然后刚没多久，所以它那个吸盘还会在嘴巴里吸。我吃不惯，我实在吃不了。旅行团的伙食很差，你有印象啦？这是早餐应该是啊，这是饺子什么的。这是济州岛海边，是不是有点像那个，像那个叫啥“苦尽甘来遇见你”的那种场景，是不是啊？我看那个“苦尽甘来遇见你”里面的场景就想起了济州岛啊。这是当时一起去的斗鱼主播，这个叫狗哥吧，我记得。哎呀，那是我自己拍的美照。哎，我当时真的很会拍，很会 P 啊。这是他们那个泰迪熊博物馆吧？是叫泰迪熊博物馆吗？是不是很会拍，很会 P？这是16年的照片，这是海边的宣传照，人参啊，这是我在海边自己拍的那个照片，后来就变成了童话镇的封面照啊。这是我随便逛奢侈品店啊。好，这个就是这张照片，其实就是很多事情的开始啊。你知道我当时斗鱼搞了一个活动，叫做鱼塘新音乐，就是把大家报名过来唱歌呢，排个名次，最后得了奖的就去韩国旅游。当时呢，我是评委，然后暗杠也是评委。暗杠嘛，他其实出来做主播很多年了，他以前在那个 YY 做主播，就是唱歌的。二科也在里面。二科，他是做那个叫 YY 叫2080还是8020来着，那种频道里面就是做唱歌的。那时候不露脸的。为什么暗杠叫杠姐的？不知道哎，就可能他说话温柔的叫杠姐。反正人的外号嘛，我有些人还叫我发哥呢，对吧？发姐发哥的都有人叫外号。你看这旁边这个女孩子呢是陈默，她叫默姐，是暗杠的伙伴。就合作伙伴、经纪人。那时候在那个 YY 那个频道里面，不仅有我们熟悉的暗杠、二科，还有周深也是那个频道的。他喜欢女人，服了，人家都算了，不和你们说。然后当时为什么和他们有来往呢？是因为默姐和我刚好住在一个房间。对啊，周深呢是啊。就是大家都在一个频道唱歌，但是人家后来去央视去春晚了。当时默姐和我在一个标间，就是斗鱼把我和他安排在一个酒店房间，所以我们是室友。当时默姐在说，她觉得很不可思议。她说：“发，你这么大牌的一个人，斗鱼为什么不给你整一个单独的房间呢？”他说你是一个很大的主播呀，但是我那时候我还没有什么那种自觉性，我就觉得我就是普通用户啊。但是他一直就和我说，他说其实你在斗鱼算很大的主播了。他说没想到斗鱼这么不懂事儿，还不给你安排一个单间，还安排标间。但是那时候整个斗鱼都没有这种氛围，你知道吧？就没有这种比来比去的氛围。如果说到了后期，你们能想象吗？如果到了17年、18年，然后给我安排一个标间，给安排一个套房，那不知道要打成什么样子。那时候没有那么多方位之争，那时候就是一切就是懵懂状态。后来就从这里开始了。当时那个杠姐就和我说，他说他有一首歌叫《童话镇》啊。觉得很适合我，但是呢，那时候跟我也不熟，然后刚好那个，就旅行就遇到了嘛，就说和我们就说一起把这首歌把这首歌做好。当时我就没有什么感觉，我就是觉得自己每天就是唱歌、聊聊天、打游戏，我就很开心了。
觉得这是我的舒适区啊，唱歌也可以，但是录歌也可以，但就是我不上心。而且他给我听了那个童话镇，我会觉得，但是我觉得一般吧，挺好的，但是不是那种一听就觉得我操，这歌太棒了，请一定要给我那种感觉。因为我自己是比较喜欢那种大流行歌曲的。其实《童话镇》这首歌不是那种一听就很上头那种感觉，一听就很惊艳，它可能就比较耐听嘛，就那种，就是它会 grow， 就是多听几遍可能会觉得好听一些那种，就像耐看的那种女人一样的，第一次听也不会觉得很惊艳的，但生命力比较顽强。那时候而且我那时候还会有那种鄙视链，我心里会觉得大流行是那种世界未来的发展方向，然后我会觉得民谣那不就口水歌嘛，就是啊，这民谣类型的歌曲，我觉得就是难度不高，就给我一种那种在丽江的苦逼文青的感觉，所以我那时候我也没有太当回事儿。而且我本身就有拖延症，不管他们给我天天催我呀，然后给我列计划呀。那时候陈默给我列了一个很大的那种思维导图，说你先唱歌啊，唱歌，你现在做好你的直播，然后呢，我们那直播呢做多久不知道，但是唱歌音乐是一辈子的事情呀，先把发歌有自己的原创作品才是最后的，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去帮我规划。他说那种音乐录之类的啊。那时候我们大概4、5月份吧，4月份去那个韩国济州岛旅行的，对，思维导图那种，就帮我规划今后的事业发展路向。我一直拖到回来好几个月之后才去录音棚录了这首歌，9月份发的，对不对？后续呢，我录了，然后就发上去了，就根本没做什么宣传。那个封面都是我自己随便拍了一张，是吧？这是我就自己用手机拍的，当了封面，也没做任何宣发。那时候我们的宣发是怎么宣发呢？就是我在直播间，比方说在这里，在右上角的吧，右上角挂一个这种文字的 banner， 说时不时说一下，大家去听一下啊，怎么样？那肯定是手机拍的呀，我的照片都是手机拍的。然后那个歌上线也没有很火，但是慢慢那个数据就跑起来了。大家可能就听了一下，觉得很喜欢，然后喜欢了之后多听几遍，他就进入那种大数据的推荐系统里面，就会推给更多的人，然后他那个数据就慢慢跑起来了。莫名其妙，也不是莫名其妙哈，但我这话说的有点忘本了，就是他突然一下就跑到了那个热歌榜的第1，力压告白气球。那时候就也没太，那时候还没有抖音，所以大家听歌呢就没有那种短视频，有短视频反向引流到音乐平台，大家听歌就在音乐平台，在那个网易云的热歌榜就跑到了第1，有点凡尔赛了。告白气球在2015年很火，那时候2科不是去录音棚录了一个告白气球的 MV 吗？七巧眼给他拍的，也是很火。当时甚至有那种大逆不道的话，说2科的告白气球 MV 带火了周董的原曲。当然这个话就是大家开玩笑说的哈，并不是真的倒反天罡啊。但是那时候直播圈跟音乐圈的一些碰撞嘛，也是蛮有意思的，倒反天罡了。2科他本来长得又好看啊，唱歌也好听，他本来是那个斗鱼的叫唱歌女主播里的第1梯队，对吧？男孩子那种一看就喜欢的，又你看女孩子也喜欢，梵高是吧？那时候科科呀，而且他打游戏也很厉害，他讲话也就是不是那种没有意思的那种美女主播，打游戏厉害，长得好看，聊天也有一定的意思，但没我有意思啊。然后又唱歌也挺好听的，这4点加起来，但是在斗鱼就很无敌。所以那时候科科算是第1梯队，后来熊猫出来了，对吧？熊猫出来了就把科科挖走了，科科就去了熊猫当女主播。然后这时候呢，我的前同事呢就异军突起，就崛起了，你知道吗？本来他是就是一直要低头的，你知道吧？老水友肯定知道，就是说科科是第1梯队的，
然后另外一个女主播前同事，她是要第一头的，但是科科去了熊猫之后，斗鱼就没有那种大家公认的第一梯队。然后那时候他又做了一些调整，那时候还没有大调，就是做了一些调整，就好看了很多。然后呢，他也就崛起了，就那个事业也是蒸蒸日上。那是2016年嘛，而且还有很多那种土豪啊什么的，就热度很高。那时候他真的没有大调，他第一次，他这个人其实他很好去分析。他最开始第一次调整自己，就是他15年来上海见了大家女主播，然后拍合影，然后他被嘲讽了，他就痛定思痛去那个了，还是很有决心很有执行力的，这该说不说。他有一阵子调的还挺好看的。然后当时呢，斗鱼那时候熊猫刚刚起来嘛，对吗？刚刚开，斗鱼那时候也还是处于一种蛮荒状态，就没有榜单，也没有什么比赛，也不 PK， 唯一的衡量人数就是衡量指标就是人数，它就显示那个人数嘛。而且人数它是比较浮动的，所以大家彼此的那个矛盾没有那么大。还有几个唱歌的人的比拼的，唱歌的女主播的那个比拼的指标就是网易云音乐的播放量啊。网易云音乐那时候我们很多唱歌的女主播、男主播，我不知道男主播有没有啊，就去那种音乐平台开启了自己的个人频道，上传自己的翻唱。那时候还不讲什么版权什么的，反正你喜欢谁的歌就去翻唱他的歌，然后你把它上传，然后就有播放量。但实际上那个播放量就是没有1分钱的收益，就是自己开心，就像你自己发微博一样，也没有收益的，所以也不存在侵权什么的，因为我们就是随便唱唱。但是那个是一个就是说算是引流的一个渠道吧，你在那边唱发歌，然后别人听了你的歌，喜欢你的歌，可能会来看你的直播怎么样。然后我也做了频道，他也做了频道，然后互相比嘛。那时候也没有比得很厉害，他一直数据就很好，就是那个前同事哈，数据一直很好。这个数据有没有水分我们就不说，抛开这个不谈，就数据一直很好。那后来呢，直到我童话镇上线之后，一下子就用现在饭圈的话来说，在音乐方面的数据就断层第一了。这个话说的有点恶心啊，但是确实是这样，就是那时候童话镇就一下子就把大家拉开差距了。所以我想他那一阵子一定很难受。你知道他也是那种特别渴望进步的一个人，对吧？所以他就去找暗杠他们那边邀歌，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也很好理解，就是说你像我本身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女主播，别人给了我一首歌唱，然后我们这个合作有了一些热度，那他也去找那个他们那边啊，就去邀歌，就常见正常的商业行为嘛。你想想，杠姐本身也是音乐人，对吧？她跟别的主播合作也是非常正常的。她就是学习我的先进经验的，而且她本身也是那种比较争强好胜的个性的。那时候我就随便在网易云那边就发了童话镇，然后我在自己的个人简介里面就写了自己的直播间，没想到都能引流。现在想起来真是简直不可能，就是说你随便在哪里写下你的直播间号码就能引流一大波，几乎是不可能的。现在流量太贵了。那时候很多人从其他的平台听到童话镇，然后跑到我们直播间来要听，要说主播唱一下童话镇。但是我们还定了规矩，童话镇说晚上12点的时候唱，不然的话来一个人就唱，那就会显得那不就整成了绝活主播了嘛，对不对啊？只会这3板斧，来一个人就唱一遍，就很无聊了，对吗？现在是各个平台都不允许你往别的平台引流，是的，是这样。那时候还没有那么严重，所以我的那个前同事呢，就去找暗杠也要了一首歌，而且他很急，就是在那个杠姐的曲库里面找了一首歌，就录了就发了。那首歌呢，说是为他量身打造，但实际上也就是因为那么短的时间内，对吧？其实是在已有的歌曲里面选了一个，就很急。
那首歌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们都没听过对吧？哎呀，这就对了。发了之后呢，那首歌也不是质量差，我觉得那首歌也不难听。但是其实火没火这个事情是非常看机缘，也是要看就是天时地利人和才能火。他的那个名字，那个歌曲的名字叫识时务者为俊杰，那个食物是 food FOOD， 是你没听过这个歌名对吧？这不火呀，很正常，这歌不火太正常了。我这里完全没有嘲讽他的意思，这不火很正常。但是呢，那个人的个性，你知道，粉丝随主播，一个直播间他的那个氛围，一个社区的氛围，就都比较争强好胜。他就是很想赢，很想赢，赢学斗于赢学第一人。然后那时候呢，本来他觉得他自己是 No.1 啊，或者 Level 1。我是 Level 2或者 Level 3，那么我发了一首歌，隐隐有超越之势，他就不开心了嘛，然后就自己也发了一首歌，但是呢，发了一首歌又不火，那么这时候就更不开心了。而且他们那个粉丝群体平时也得罪很多人，你知道吗？就是有那种，你知道有些粉丝群他就是会比较喜欢引战的那种赢冠军粉，你懂吗？冠军粉。像球队有某些球队的粉丝怎么样的，但是这种赢学呢，赢学的宗旨就是我们家的 idol 没有错，错的都是其他人。所以这首歌没火呢，不是别的原因，也不能就是说简单的说成是运气不好，那么就是要找一个理由，找一个情绪的出口。那我们宝宝没有错，谁错了呢？这个歌不好，这个歌就火不了。那么杠姐没有把好歌给我们，是这样对吧？这么一个逻辑，就是说他没有把好的歌给我们，这首歌本身就火不了，谁来唱谁都火不了，这种意思，这都饭圈的那种思维逻辑嘛。后来呢，他又去，这是本来也就也是一个小插曲嘛。再后来他又去那个杠姐的直播间，然后他们又唱了一首歌叫什么沈杰杰啊，是一首慢歌，然后在直播的时候唱，他们就觉得效果很好，很好听，就会觉得这首歌一定能火。是一首慢的那种比较慢的舒缓的那稍带一点哀伤的歌曲，叫沈杰杰。这首歌好像是那个杠姐本来是给谁来着，我忘了，这细节我记不太清楚，但是直播间里唱了，然后他们的粉丝就会觉得这首歌很适合，发了一定能火，那么就急于去实现这个过程，就赶紧把这首歌制作好发行出去嘛。那然后一天这首歌没发，一天就会给暗杠或者给他们的主播施压，你懂吗？终于那首歌就是把它要过来了，我也不知道他花了多少钱啊，然后制作了发了，但是还是没有很火，这时候就有点尴尬。为什么一定要找杠？这很正常呀，大家都会有一个路径依赖，而且就是其实暗杠那边对于我们这种合作他是欢迎的呀，是不是？就是他是作为一个音乐人，他一个写歌的，别人找他邀歌，别人想找他合作，他是欢迎的呀。他有，而且你们不要觉得就是这种事情很少见，其实这种你看那些饭圈哈，就是那种明星饭圈，很多那种明星的粉丝，他会去攻击明星的工作室，攻击明星的经纪人，攻击明星的那个经纪公司，就是说我们宝宝这么好，你为什么没把我们宝宝捧红？是这么一个逻辑，你为什么给他接这种烂戏？为什么给他接这种烂广告？为什么你让他穿这个烂衣服啊？就这种思维逻辑，就是怪 idol 身边的人，这是常见的一个饭圈的一个思维模式。工作室会天天挨骂，对，当时他一定是对这首歌寄予了厚望的，什么宣传啊、抽奖啊什么的。还是没有怎么火，成绩不咋样，而且他们那一家的粉丝就是喜欢去拉踩别人，喜欢去引战的，
所以他们那家的粉丝得罪了很多人，然后其他人就会拿我去拉踩他。你知道这个矛盾的产生吗？他们自身是一个喜欢到处引战的群体，他们觉得自己牛逼，我们是第一，到处去拉踩。但是呢，一歌曲成绩不好，其他家的粉丝呢就会拿我去拉踩他，说然后这样的话就矛盾就整大了，跟不上吗？就很简单的一个故事。他们家就很在意数据，很在意各种排面，不管是人数要最高啊，还有什么那个礼物排名要高。之前还有一个叫灵魂刀神的男博主，在斗鱼没有出榜单的时候，他不知道用什么科技把每个月这种主播收了多少钱的免费礼物和收了多少钱的那个鱼翅礼物，鱼翅就是人民币嘛，他给做个表格出来，就能看到这个月哪些人营收好营收坏，那流水就人家数据就挺好的。再后来呢，也是斗鱼到了16年17年嘛，17年，然后斗鱼有那营收的压力，斗鱼那时候就是融了好多轮资了，然后那个营业额盈利状态上不去，他们就想借鉴那个虎牙和 YY 的模式。他们以前 YY 的那个模式就是 PK， 但是那时候 PK 没事儿，就比方说大 A 主播跟 B 主播有点矛盾，互相 PK， 互相干仗，一干仗就是比赛刷钱啊。那时候就不像现在管得这么严哈，直播吵架呀，说什么要干仗啊，这都比较常见。他们也想就是引入一些这种 PK 或者说什么机制来刺激大家的消费。然后那个时候呢，我跟你说矛盾是怎么扩大的呢？斗鱼就增加了一个功能叫粉丝牌。那粉丝牌刚刚上线的时候，就等于有新的一个比拼的数据嘛，很多主播就希望就是说，大家开通我的粉丝牌，每一个直播间都能看到该主播拥有多少个粉丝牌，就除了人数之外，有一个很直观的数据又可以比起来了，对吧？但是一个新的功能出来，科技跟不上，他就很急，你知道很多人又拿我的数据或者说别人的数据去踩他就在直播里哭了几回，说你怎么不给我，你们怎么6块钱办一张粉丝牌，6块钱，这个功能刚出来，科技没跟上，让急又急，是的是。等到科技跟上了，或者说大家那个消费跟上了，他那个粉丝牌数量也跟上了，后来又出了一个东西叫做贵族，现在不叫贵族了，因为咱们工人阶级没有贵族啊，现在叫贵宾，以前叫贵族。贵族呢，就是你花钱去办 VIP， 好像游侠最便宜的是游侠是多少钱来着？游侠是150块钱，好像是，不对，是50块钱一个月，差不多。这第一次开通的时候要75还是76，然后那个然后再是骑士是500块钱，第一个月续费300块钱一个月，还有子爵是1500，续费1000，伯爵是5000开通，然后3000每月，这么贵哦？是的，公爵是15000，首次开通，续费1万，我当时还开了公爵，成功。国王要5万还是7万首次开通，续费5万，还有皇帝12万首次开通，续费10万，6万每月，续费5万啊，就是给不同的那个用户不同的体验，很贵的。你不是现在听起来觉得我操，钱不是钱吗？但是那时候人很多。伯爵是最经济实惠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有贵族弹幕，就是你只要这个月开通了伯爵，那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像 SC 一样，就是很醒目，大家都能看得到，然后就是给你很强的存在感。这样，公爵，我为什么开公爵呢？
因为首先我是成功嘛，其次公爵可以隐身。那时候有一个功能，就是你高等级的用户走进直播间就会有系统提示，不可能不提示，搞得有些人被强制消费。你一进去，哎，人说来了，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公爵来了，那请上车，就不停的欢迎你，然后你就必须得留点钱才走，所以得开公爵就可以隐身。上车咯，我那时候就是开了成功公爵，而且你还得续费。你如果有几个月不续费，你再次开通又要多花钱。他首次开通要多花5000还是多少，反正他要多花。你如果一直续费，连续包月，你就不用多花那个钱。为啥不开小号？我小号也是大号，你不知道吧？我小号是那个放映室啊，我有2个号，一个号用来直播，另外一个号用来看盗版电影嘛。我小号也很大的，对不起，我当时没整那么多号，也是不小心点错了进去了，418-094不是090。这油管就是非常非常佛系的一个平台。然后贵族这个东西又成了大家比拼的一个指标，为什么呢？它会显示你这个直播间，对吧？有多少粉丝牌，还有多少贵族在线。你的直播间粉丝牌是一个，就等于是说你的互费用户总量，但是你的贵族数，就是说你的高级互费用户在线数量，这个就要比起来。比到什么程度呢？比到要细分里面的官位，因为最开始显示这个贵族数量外面只显示一个总数，知道吧？比方说你这个直播间有300个贵族，好，别的直播间有200个贵族，但实际上呢，它点进去之后会显示你这300个贵族分别是由国王、皇帝、公爵、伯爵、游侠、子爵、骑士组成等等组成吧，就是你的贵族含金量它会显示在里面。这时候又有人发现了猫腻，就说哎，大家都是显示，假设大家都是显示了200个贵族，为什么你家的贵族全是最便宜的游侠呢？你其他家的贵族的比例都是出现一个相对大家的比例都差不多的，比方说是1比5，就伯爵和游侠70块钱50块钱一个月嘛，对吧？那伯爵3000块钱一个月，伯爵跟游侠的比例，或者游侠占这个总贵族数的比例是多少？其他家都差不多，为什么你家盛产游侠呢？又把他整得很不开心，你知道吧？就是这样，你要撒一个谎，就要拿无数个谎去圆，总有1-2个地方会露出破绽，就很。那时候还不叫贵族，还有一个说法叫村里人，因为默认很多主播都会买一点那种科技协议号，抖音叫买铁粉来挂在直播间，让你看上去有一种虚假的繁荣，这大家面上都好过。还有一种说法叫村里人，说村里人怎么还没过来呀之类的。我感觉那时候大家为这个花了很多钱。其实那时候，比方说每次过生日、过周年的时候，大家还要互相送礼。我当时会觉得，像那种认识的，但是体量不是很大的主播，他跑来给你送礼，就送一个火箭啊什么的，我觉得对人家来说就还挺大的负担的，你知道？比方说像之前在那个鱼塘新月那个韩国济州岛那个那次旅游认识的小安呐、什么格格酱啊什么的，他们也是唱歌女主播嘛，但是后来就是没有做得很大，后来也转行了，但是他们也会在我过生日啊或者过周年的时候过来给我送火箭，我觉得就是还这是一种有点压力嘛，就好像那个同事结婚一样的感觉，你知道吗？其实那个前同事离婚的事情，我还是第一次从格格酱那儿听过来的。说起来真的是很神奇。格格酱有一个好朋友叫小红花，小红花当时是油条的女朋友，油条又是
的朋友，所以我就是很早就大概我是16年还是17年就知道这个事情，白银三姐是的，有没有关系图啊？这个太复杂了。你现在批斗我没有用啊，我没有热度，他也没有热度，这些都是除了我们这些事情是除了自己无人在意的事情了，就是平时大家瞎聊的了，已经不是那个年代了，没什么事情，只有对你自己来说有意义的事情，大家都没热度了，什么呀？他没热度，他本身他其实他就是那种怎么讲呢？他花了很多钱搞热度，哎呀，也很辛苦。斗鱼都死了，我看看斗鱼今天的股价呢，斗鱼都没斗鱼的人都进去了，你还拍这拍那，没什么没有热度的东西就不用太担心。糊就是最好的保护色，糊就是最好的保护。他想往明星走，他是啊，他其实我无所谓，他想怎么样。但是为什么他和我之间矛盾这么大呢？就是因为别人老用我去踩他，他们那时候他不是想往娱乐圈走嘛，对吧？然后就上了很多综艺啊什么的，上了很多综艺，上了很多节目什么的，然后就搞得好像蒸蒸日上啊，星途璀璨。你想想，一个粉丝群体，如果是那种比较招摇的粉丝群体，就会很喜欢说这个，就是你看我们已经 next level 了啊，我就会去发那种帖子，你知道吧？发那种去通稿，说我们现在又上了什么什么，这怎么样，就是那种喝豆浆都是喝一碗倒一碗的那种感觉啊，就非常的，我也不知道怎么说，非常高调。就是那种很高调，然后这种高调呢，会导致其他家的粉丝不开心，那牌面很高嘛。我记得当时矛盾一下子拉爆是为啥呢？他自己有个骚操作。当时嘉年华有一个事情，17年嘉年华，当时我们就去请大家，就结束之后就请大家吃饭，吃小龙虾。很多观众都来，然后很多主播也搞，等于是一个就是线下聚会的一个好由头嘛，好方式。然后18年的时候做那个18年那个嘉年华，我们也是就是活动结束、表演结束之后，大家找个地方吃饭，然后我请客，这样。当时他发了一些衣服，好像那是发的嘛，但那个衣服就是分成2个颜色，一个是红色，一个是蓝色的。红色的代表管理员，代表办事儿的，就干活的那种，比方说房管啊什么的。蓝色的代表普通水友，就不用干活的。其实我觉得这个设定，除了那个衣服很丑以外，其他没什么，我觉得是挺好的，没关系。但是就是说本意是好的，执行出了问题。但当时他其实也有很多粉丝哈，很多就去那个去为他现场应援啊，去很看他呀什么的。然后那个活动结束之后呢，他就请那个穿红衣服的水友吃饭，说这个叫庆功宴。其实这本来也没什么，但是他就很高调，就把这个事情直播出去了。直播的时候别人看说，哎怎么吃饭不叫我了？然后他就说我们这是庆功宴，这是内部的。但他又要直播，人家问他说你们在哪？我想来找你签名。然后那个他就说你别来了我不会告诉你们的。他这个人就是情商和那个有点低，就是不太会搞这种东西。所以他为什么一直这么多年磕磕绊绊，没有什么，就是老是遇到一些问题，就是这样的。在这个方面就是脑子不太好，确实脑子不太好，但是又特别能进步。那就是说话，你想想直播的时候很多事情那个就不太好控制，大家的那个心情啊情绪啊有时候就会特别的容易被激化那种。很多人就说要去找他，想找他签名拍照。然后他就说你们别来，我不会告诉你们在哪儿的。但是又有那种，毕竟武汉是个小地方嘛，有当地人认出了他们在哪儿吃饭，然后就去那边给他就是找他，然后但是进不去，就在外面拍照，
哎，那个照片太搞了，就是他拍照里面包房里面主播跟红色水友在吃饭，然后蓝色水友在外面，那个玻璃上隐隐约约映出蓝色水友的那个蓝 T 恤的样子。哎，真的就是把安卓苹果了，就太。就很讽刺嘛，太讽刺了。那时候就搞得非常的，他们内部矛盾很大，包房里面欢声笑语，但是安卓水友进不去，很可怜。其实我觉得他这个操作是非常的离谱的。我也有请那个房管吃饭，我请了2波，我每次就是搞这种大型活动嘉年华，我是请一波，所有的水友都可以来。好，就大家就是来拍个照啊，见个面啊什么，看了这么久的主播，来看看你线下怎么样啊，这种感觉。然后我后面呢又会再请一次房管什么的，就是我也不知道那一次是我请的还是他们请的，反正就是会吃2波这种，就好像对吧，就分桌嘛，就分2场嘛。他就是没有就想到太多人情世故嘛，而且这种事情他又直播过去了，直播的时候他估计没想好啊，人家问他就说你别来，我们这是庆功宴啊，你别来，这种话就是很离谱。会请超管吗？会啊，超管是很好的朋友啊，所以我觉得他是情商是比较低的，就想不到这种会引发很大的矛盾。但是这个时候这个矛盾还是可控的状态。其实大家都知道粉丝嘛，喜欢你想见你见不到，你过一阵子出来说哎呀我确实照顾不周啊，我给大家一些补偿，或者说给大家一些安慰，服个软，就完了。那时候他就觉得自己可能没什么错，或者说你们这样对我要求太高了，他就避而不见，就停播了很多天，说自己身体不好，可能身体也确实不好，那时候好像是得了肺炎还是什么样，然后自己的粉丝群就乱成一锅粥。本来呢其他家呢，因为他们那一家就得罪了很多人，他们那家粉丝得罪了很多人，其他家都是在看笑话的状态。然后这时候他们的那个管理员呢就搞了个骚操作，就是说你们别吵了。他是怎么说来着呢？他说你们别羡慕别人了啊，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是请水友吃饭嘛，对不对？然后他们没有请水友吃饭，只请了房管吃饭。他说你们就别羡慕别人了，人家吃饭虽然是免费，但是人家衣服是收费的。这个衣服是怎么回事呢？当时我有淘宝店嘛，然后又要搞这种线下活动，我就当时在淘宝店卖那个陈一发儿 logo 的 T 恤。你这个 T 恤，你知道那个 T 恤是怎么来的吗？那个 T 恤我是临时找谁生产的？找559开。那时候559开跟悠卢文伟也自己有淘宝店，也卖衣服。那时候我也没有人脉，我什么都没有，我就说那时候就临时就做了一个方案，找他们先生产出来的，外包给他们的。那时候我说这衣服99块包顺丰，当时那个仓库还怪我说怎么能包顺丰呢？他说，但是我话已经说出去了，就没办法了。他说其实就是因为顺丰就是10几块钱嘛。然后那个普通的快递可能就5块钱，就差了10块钱嘛。然后这个衣服也卖的不错嘛，很多那个参加这个线下活动的宝子们就买了就穿过去。然后这时候那家的粉丝就拿这个来说事儿，就说你看人家吃饭虽然免费，但是卖衣服是收费的，所以其实他们很虚伪，明明卖衣服挣了很多钱，然后用你买衣服的钱请你吃饭，你还要谢谢他，懂啊？就这个意思，就是说还落个好名声。但是人家吃饭虽然免费，但是衣服是收费的呀，你别羡慕人家了，怎么？因为他们老是说，你看人家怎么做的，我怎么做的。就我是那个他们最恨的那种对照组，不管做什么，我就在旁边成为一个眼中钉肉中刺对照组，所以特别恨我。99块能挣多少？挣不了多少，因为那时候是搞得很临时，最后那个衣服卖了个几千件吧，也没有多少钱，所以就本来大家是看笑话的，就炸起来了。那对照组能自带衣服吃饭吗？其实我说实在的，那时候是夏天的武汉，非常的热。你说这些水友们这么热的天，
这么远跑到武汉来，也不是为了吃个什么饭，一顿饭，很多人根本就不吃饭的，就是来聚一下、看一下、合个影，签名都来不及，合个影就走了。谁缺你那一顿饭啊？对不对？哎，不缺你，就是线下热闹一下，主要是合影。武汉能有啥好吃的？武汉这小龙虾挺好吃的，热干面也不错，就是看一下。没有谁真的是为了吃饭来的，超级热那边。你还给他刷了几万块，真的假的？我现在还是我说了他这么多不好的地方啊，我还是要为他澄清一句，据说他跟会计没什么，就是说没有到那一步，但是呢，就是可能约会呀什么的，暧昧一下，还是吃饭啊、逛逛街啊是有的，据说是这样。那我肯定是据说啊，我又不是当事人，说是据说是没什么。挪用公款是不是事实？这他妈都坐牢了，挪用公款是事实啊！我只是说他们俩没有去那个，你知道吧？聊天记录放出来了，说明他们也不能说明他们俩就那个了呀。只是这个人脑子不好，脑子不好。一个会计挪用公款给他打赏了，你想想，一个会计本身也是有老婆的，然后可能因为虚荣心什么，在网上打赏，获得这种虚幻的存在感，获得女主播的青睐什么的，这样。后来东窗事发自杀，但自杀没有成功，最后落网了，就这么一回事。他们俩好像没什么，而且他那时候还已婚呢，也没什么。他知不知道对方是违法所得？我觉得不知道吧，他脑子又不好。他脑子不好啊，他不一定知道对方是那个违法所得。你像我这种人哈，我这种人是一个我就是那种怀疑一切啊，我一来就是查你什么学历，什么手机，是独生子女吗？那像护城风也是这样啊，你说你有多少钱，那怎么样，对吧？就是会去反复求证这个事情，但他又不是那种。我不想说就无脑去黑人家，我没有什么，就是说一些成年八卦而已。会计有没有打赏我？他就是那时候，哎，你知道男人呐，有时候他享受在网络上呼风唤雨的感觉，他挪用公款就是为了享受在网络上的被人重视、被人当大哥的那种感觉。他那时候挪用了多少万，我忘了多少万了，1000万还900万。你想想，很多人，我如果挪用公款哈，当然我没有公款都可以挪用，我都失业了，那我肯定是要享受啊，对吧？我得享受，我要住，我要去旅游，或者说怎么样，我要去买包啊什么的。但是他们就选择打赏女主播，想要获得一些网络上的存在感、权力感，大家就说哇牛逼、大气、土豪什么的。可能我也不知道他挪用公款这么多，那最后肯定还不上啊，也不知道咋想的。可能就是那时候已经泥足深陷了吧，心态出了问题，上头了。KYC 是什么？900万。他给很多女主播都打赏了。一个土豪如果说想要在平台上呼风唤雨，那他得给很多人打赏，就显得我就是一个出手很阔绰的太子爷那种感觉。小臭吃到了吗？小臭那时候在虎牙吧，我也不知道。他就是属于脑子不太好，所以老是被人抓到一些骚操作。他在全民啊，可能是吧，我也忘了。你在他那儿刷到47级，你叫什么名字啊？我一直以为他那儿很多都是啊，你在我这儿刷了53级，真的假的？你是谁呀？Who are you？ Jason 胡。我靠，我搜一下，难道我手机里有你 ？Jason 是你呀？是你吗？是你吗？你是不是？我记得你是斗鱼的股东啊，你是不是给斗鱼投了钱的？是你吗？不是，你开玩笑。因为我的手机里刚好有个叫 Jason 的，然后他是斗鱼的股东以前，开玩笑的。你看那装逼们，但是他没给我刷什么钱，我号都没了，究竟谁脑子不好？哎，你这不懂个屁啊！这是你听不听？你不听算了。但是你们两个姓不一样，他也姓 H， 但是不是胡。53级是多少？我也不知道。现在上不了 CCTV 啊，啥也上不了。股东怎么会坐牢呢？护城风不是，护 Jason。我只是跟你们说，为什么看上去没什么矛盾，在一步一步扩大。
你这话说的什么叫斗鱼4骚编年史，真是莫名其妙。哎，跟你这种就是说不到一块儿。斗鱼还是有斗鱼的好玩的地方，只是后来玩脱了。安冷也被他搞的，哎呀，我们这几个都被他搞过，老是喜欢就是整一些水军啊，或者说买一些通稿，就搞点那种拉踩的活儿，很烦。斗鱼以前就是一个比较野蛮生长的地方吧，就是大家斗鱼脱胎于 AC Fun。AC Fun 的话，它是一个中国最早的弹幕网站，比哔哩哔哩早嘛，只是现在没有哔哩哔哩火了，差太远了。所以呢，里面的人叫说话好听又有意思，就很喜欢发言，也说话也比较有趣。所以这样脱胎原生家庭是 AC Fun 的话，出来的话，大家就比较有意思，而且最开始都没什么管。就没有太多限制，这样的话就容易产生一些好玩的事情。但是后来也玩脱了嘛，对，梗多，造梗比较多。最开始只要不露点，想做什么都可以。最开始啊，一到晚上，直播间全是卖片的，各大直播间都有那种卖片哥，就进来跟你说什么女大学生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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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纯巴拉巴拉巴拉什么。就后面给一串神秘的符号，片总，对，全是这个卖片哥片总发这些，那这种肯定是不行的呀，没有直播那个的，哎呀，不要乱讲，我看那个干嘛？我去一下洗手间。